话说这世间，人人谈强盗色变，视为骂人之语，却不知这背后有着另一番深意。天下之大，何处无贼？那些高官显贵，若是滥用职权，欺上瞒下，搜刮民脂民膏，他们虽身处高位，享受丰厚俸禄，岂不正是最大的盗贼？又有那些纨绔子弟，仗势欺人，欺诈乡邻，包庇罪行，使得百姓敢怒不敢言，官府不敢过问。这等行径，岂非大盗所为？更有举人秀才，本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却结党营私，颠倒黑白，弄得多少好人家支离破碎。难道他们不是大盗？官场尚且如此，更莫说那商贾小贩，衙门差役之中，形形色色，狼心狗肺之辈，比比皆是。故而当年李涉博士遇到，吟诗曰：暮雨潇潇江上村，绿林豪客夜之闻。相逢何用葬名姓，世上于今半是君。此乃讽刺时弊，感叹世态炎凉之语。在这样的世道里，即便是至亲好友，也可能翻脸无情，更别提那点滴之恩，一面之缘了。反倒是《水浒传》中的好汉们，他们自称英雄，虽落草为寇，却常有仗义疏财之举，做出许多世人难以企及的事情。他们中有的是生活所迫，有的是为义气所驱，有的则是被朝廷排挤，流落江湖，结伴而行。虽然其中多有恶徒，但也不乏讲求义气、慷慨解囊之士。照礼让肥得粒米赠，张其贤遇到反的金伯仪，便是古人的佳话。话说苏州城内，有位叫王生的少年，生在寻常百姓家，其父王三郎乃商贾出身，母亲李氏，家中还有神母杨氏，因丧夫无子，与王家亲如一家。王生自小机灵懂事，深得神母喜爱，奈何造化弄人。王生7、8岁那年，双亲相继撒手人寰，幸得神母杨氏操持大局，妥善办理后事，之后便将王生视若己出，抚养成人。转瞬间，王生已至18岁，出落得一表人才，且对于商贾之道，他也是耳濡目染，颇为精通。一日，神母杨氏语重心长地对王生说：你已长大成人，怎能坐吃山空？我这里有些积蓄，加上你父亲遗留的财物，足以作为你外出闯荡的资本。我打算凑足1000两白银，你可到外面的世界去做些买卖，这也是正经营生。王生一听，欣然应允。神母说的极是，经商本就是咱们家的本行。于是杨氏准备了1000金财物，交付于王生。王生与几位商界朋友商议后，一致认为南京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，便先用数百两银子购置了苏州的特产货物，挑选吉日，租下一艘远行的大船，一切行装打点妥当，与神母告别后，上船举行祭祀仪式，随即启程。一路上顺风顺水，不几日便到了京口，趁着东风顺利渡江。进入黄天荡时，却突遇狂风大作，江面顿时波涛汹涌，船只被风浪推向了一个未知之地。天色已晚，四周一片芦苇丛生，孤立无援。王生和同船人正焦急万分，正慌乱间，
芦苇丛中忽闻锣声大作，紧接着3、4只小船快速划出，每船上各有7、8个壮汉一跃而上。王生等人吓得瑟瑟发抖，连忙磕头求饶。这群人不言语，也不伤人，只将船上所有的金银财货席卷一空，留下一句打扰了，便如箭一般划船消失在夜色中。这一幕吓得船上人魂不附体，目瞪口呆。王生更是痛哭流涕，感叹自己命运多舛。众人一番商量，盘缠行李皆失，再去南京已无意义，决定各自回家，另做打算。等到天边渐渐泛白，风浪也平息了下来，他们调转船头，向镇江驶去。抵达镇江后，王生上岸，拜访了一位亲戚，借了几钱银子作为路费，便踏上了回家之路。话说那日，杨氏见王生去了不久就回来，衣衫不整，脸上挂满了愁云，心中便已猜中了几分。王生走至跟前，行了一礼，随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泪水连连。杨氏见状，连忙将他扶起，细问根由。王生便将这一路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述说了一遍。杨氏听罢，轻拍他的背脊，温言安慰道：侄儿啊，这都是命中一劫，又不是你胡乱花钱所致，何苦这般自责？你就安心在家歇息2日，神母再帮你凑些银两，下回出门定要把失去的都赚回来。王生摇头道：日后我还是在家附近做些小本生意算了，远行的风险太大，孩儿担当不起。杨氏闻言语重心长地说：男儿汉大丈夫，哪能因一次挫折就畏缩不前，放弃那千里之外的商机呢？就这样，在家中休整了1个多月，王生又开始筹划新的生意。他与人计议，听说扬州布料热销，咱们若能在松江购得布匹，再运往扬州贩卖，回城时顺带购些米豆，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。杨氏一听，二话不说，又给王生凑集了几百两银钱。于是王生带着这笔钱前往松江，购置了上百桶布料。之后他又独自租下一艘满帆待发的船只，身边还揣着几百两备买米豆的银两，并找了个可靠的伙计，选了个吉日，再次踏上了商旅之路。这一路上既有对未来的憧憬，也藏着对未知风险的忐忑。王生的心里就像那鼓满风的帆，既期待着风平浪静，又准备迎接可能的风浪。王生一行人一路颠簸，好不容易来到了常州，沿途遇到的船只无不唉声叹气，纷纷抱怨真是堵得厉害，前面没法走呀。王生赶忙打听，得知原来是无数粮船堵在了丹阳的路上，从青阳铺一直堵到了林口，水路堵的那叫一个水泄不通，商船别想过去。王生一听，眉头紧锁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船家出主意，难道咱们还应往上挤不成？咱们绕到孟河，走那边去吧。王生有些担忧，孟河那路可不太靠谱。船家摆摆手，只要白天行船，又有何妨？不然等那路通了，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呢。王生想想也是，便依了船家，改走孟河。果不其然，
孟河这边天气晴朗，日光明媚，顺利出河。王生心中大喜，好了，好了，要是还在内河里挤，何时才能脱身？正高兴间，突然听见船后水声哗哗，一艘装备3鲁8桨的大船如飞一般追来，越来越近，一根挠钩搭上了船舷，10几个手持快刀、铁尺、金刚圈的强盗嗖嗖地跳上船来。原来孟河过了东边就是大海，即使是白天也偶有强盗出没，尤其专挑满载货物的商船下手。这次他们撞上王生的船，怎会轻易放过？一番洗劫之后，强盗们正要离去，其中一个强盗注意到船家还握着橹，随手一铁尺，船家躲避不及，被打个正着。王生慌乱中定睛一看，这不正是之前黄天荡里那帮人吗？王生急呼：大王，前些日子已经受过你们一次了，怎的今日又在这里碰头？我前世欠你们的吗？强盗中一个高大的汉子闻言道：既然如此，还你些盘缠。说罢，扔过一个小包裹，转身一溜烟儿地驶向江中。王生望着强盗的背影，心里那个苦啊！拿起包裹打开一看，还好，还有10几两碎银子。他苦笑中带着泪水，还算幸运，这次不用借盘缠了，真是侥幸，侥幸。转身对船家说：谁让你走这条路，害我如此狼狈，咱们回去吧。船家无奈，这世道变了，白日里也有人抢劫，谁能料到呢？两人只好掉头，按原路返回家中。杨氏见他们这么快回来，心中满是惊讶。王生满脸泪水，走到神母面前，哭诉了这一路的遭遇。好在杨氏心胸宽广，识人有度，坚信王生总有出头之日，非但没有半句责怪，反而宽慰他，让他安心，将来再做打算。过了些时日，杨氏又筹集了一些银两，催促王生再次外出经商，言道2次遇到，或许皆是命中注定，若是命中该失财，即使坐在家中，也有上门打劫的，万不可因此2番挫折，就放弃祖上传下的生计。王生心中依然满是畏惧，杨氏便宽慰他，这儿若是心中不安，不妨找位算命先生来卜问一番，看个吉凶，求个前路指引。于是请来一位算命先生，卜算了几个经商之地，皆为下签，唯独南京是个上上大吉之卦。先生还说，无需直抵南京，只要往南京的路上去，财运便会亨通。杨氏鼓励道：孩子，常言道，胆大走遍天下，谨慎寸步难行。苏州到南京不过6、7站路，来来往往的商旅无数，你父亲和叔叔都是走惯的路，你不过是时运不济，偶然碰到这2回盗贼，难不成他们专门盯着你，次次下手不成？既然占卜吉利，就该放心前行。王生听从，再次整装出发。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的安排。正所谓，切底东西命理财，皆由鬼使供神差。强徒不是无因志，巧弄他们送福来。王生行了2日，又一次行至扬子江上。这一天风顺帆满，两岸风景如飞掠，直抵龙江关。天色已晚，不便上岸，便打算泊船休息。他们如惊弓之鸟，
特意靠在一只巡逻的哨船旁系舟，以为万无一失，安心入睡。然而3更时分，锣声炸响，火把通明，梦中惊醒，睁眼一看，又是一帮强人跳上船来，如前2次一般，财物又被席卷一空。再看自己的船，已被移到了宽阔的江面。火光中，王生认出这帮人正是前2次的同一伙强盗。王生把心一横，拉住了那位曾归还包裹的魁梧大盗，跪倒在地，哭喊道：大王啊，小人只求一死以解脱。那大盗诧异道：我等道义有道，向来不取人性命，你何苦来哉？速速离去便是，何必纠缠？王生涕泪交加，诉说道：大王有所不知，小人自幼失去双亲，全赖婶娘抚养成人，此番经商，乃婶娘之重托，怎奈3次外出，皆遇大王，财物尽失，如同前世宿债。如此回去，如何面对婶娘？又何来银两偿还？纵使大王饶我一命，我也无颜苟活，不如投江以谢罪。言至此，王生悲痛难抑，哭声不绝。那大盗闻此言，心生恻隐，道：我既不伤你性命，银子也难以归还，但另有办法。昨晚我等劫下一船，满载苎麻，与我无用，便以此换你损失，就当是给你做本钱吧。王生闻此，喜出望外，感激不尽。强盗们随即抛过数百捆苎麻，王生与船家手忙脚乱地收纳。待强盗们离去，船家驾船躲入小港过夜。待到天明，王生思量，这帮强盗倒也有几分仁义。这苎麻虽非金银，亦价值不菲，他们或因不便脱手，故而转赠于我，若直接贩卖，恐引人疑心，不如先带回家，重新整理包装，另寻他处出售。于是船行疾驰，不久便抵京口闸，一路平安到家。王生回到家中，将这番离奇遭遇一五一十地告知了婶婶杨氏。杨氏听罢，不无宽慰地说：银两虽失，却换得这许多苎麻，也不算是亏大了。说罢，便动手解开一捆苎麻查看，层层剥开，竟在苎麻捆心发现了一块硬物，紧紧缠绕着几层棉纸。剥开棉纸，里面包着的竟是成锭的白金元宝。再开第2捆、第3捆，捆捆皆是如此。这一船的苎麻累计下来，竟然有5000两白银之多。原来这些都是经验丰富的商贾为防江上盗贼，故意以苎麻为幌子，将金银财宝暗藏其中，意图瞒天过海。谁曾想盗贼不辨真伪，劫来反赠王生，成就了他的意外之财。杨氏与王生面面相觑，口中连呼惭愧。虽经历几次惊心动魄，却得此横财，远超原本的本金，令人喜出望外。自那以后，王生外出经营，一路顺风顺水，不出几年，便从一个普通百姓摇身一变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富之家。这一段奇缘，虽说是王生的福泽深厚，但更难得的是那盗贼首领的一丝慈悲。可见这世间，强盗中亦有心存善念之人。世事无常，善恶并非绝对，总有些许温情在人心中流淌。诸位看官，
这故事再次印证了世间因果，善恶相报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且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多积善行，说不定哪日也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呢。